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今天是2025年的7月10号了。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红酒比较著名的产地波尔多。前段时间我从国内又邮寄了新的装备过来，今天也全部都到了嘛，我就给它拿出来重新清点一下。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吧，到时候路上户外店再买一买。我将在法国波尔多下面的一个小镇圣埃美隆一路往南，沿着海边准备骑行西班牙一圈，中间会穿越葡萄牙。当我穿越葡萄牙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会坐船前往非洲的一个国家，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呢，虽然说是在非洲但是它跟非洲的其他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呀、苏丹还是不一样的。想感受一下摩洛哥的他们那边的一些人文。摩洛哥一直骑到这一块，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还会骑行西撒哈拉，去看一看三毛当时生活的地方，然后再返回直布罗陀海峡，继续骑行西班牙的后半圈。差不多这一圈下来也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吧，就到冬天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会考虑飞一趟芬兰，去那边再去看看极光。因为北欧的话，瑞典、挪威、冰岛这些我都走过了。过年的时候呢，我就会考虑回国，回家过年。接下来骑行西班牙，这个季节吧，又是夏季，像没有风，在阳光下骑行还是很炎热的，平均的温度都是在30度到40度之间。那我带的这些东西呢，还是围绕几个大的方面，衣食住行，主要是以轻便为主。之前走北欧吧，我一直都是用的 Proma 的一款帐篷，一室一厅。它的客厅呢，可以去带一个炉子，把烟头放到外面，晚上可以去烧火。那冬天冰天雪地里面也扛得住。考虑到夏天就没有再用那个帐篷了，主要那个帐篷之前走冰岛的时候遇到了飓风嘛，直接吹成了星空顶。这次在国内呢，又买了一个双人帐，这是一个小帐篷，我一侧睡觉，一侧放行李，一个人是刚好的。我之前呢是有一个6毫米厚的防潮垫，那个防潮垫呢今年就不带了，目前就只带这一个弹槽的防潮垫，单人的，也是用了有2年的时间了。夏天这一个是够用了，再搭配这个小毯子，因为你骑行一天下来吧，身上都是汗，如果直接睡防潮垫的话，身上会沾沾的，铺个毯子的话，睡觉会舒服一些。还有这个睡袋，这次的这个睡袋呢是带了一个小的睡袋，之前我那个睡袋吧都是零下20-30度都可以用的，那个夏天用太热了。新带了一个水壶，我户外的时候吧，这是个10升的，带喷洒的这样一个水袋，就用来洗澡的。像晚上我们可以在一些公共厕所打满水，挂在树上就可以冲个凉水澡，睡觉也能舒服一些。2个短袖，一个秋衣秋裤，加上我身上穿的这一身运动装就够用了。后期咱们在路上可以再买一身。鞋子呢是2双鞋子。新买的这样一个炉头，这是一个小锅，用来煮米的。这边就是打气筒，里面都是一些修车的。因为我是露营为主，几乎是不住宿的。带了现在这边是5个充电宝，楼上还有2个在充电，这些是全部充满的。露营灯这次也新换了一个，带了一个太阳能充电板。夏天的温度、阳光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些电器足够支撑我半个多月的时间不用住宿。鱼竿在路上也会钓鱼，海边钓一下。这个是一根竹笛，也会吹吹乐器。这个是口琴，这个是我画的这个画板，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吧。目前的话就这些东西，楼上还有几个也没拿下来。所有的背包4个驮包，1个顶包加1个背包，一共是6个包，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装起来，包括我们后期做饭的柴米油盐酱醋葱姜蒜那些都还没有准备呢，所以估计这次的重量应该在80-90斤、70-80斤左右吧，应该不是很重，
之前都是150斤左右的。自行车还是这辆黄色的自行车，开朗的一款旅行车，前后货架能扛很多东西，也抗造，陪我走了挪威还有冰岛。这次在法国也是又重新给它保养了一下，清理了一下链条，后胎内胎爆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内胎，外胎的话还可以再跑个3-5千公里再换，其他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大问题了。所以接下来西班牙就是还是骑这辆小黄车。之前在瑞典的时候轴承上山，我不知道是年代久远还是蹬得太用力了，直接把轴承蹬报废了，里面的那些小钢珠啊那些全蹬烂了。光荣退休小绿。我是想着把这满满的一册画册呢全给它画完，后面如果再有新的作品也会再给大家展示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阿姨来送我了。拜拜宝贝，接下来要出发了，走了阿姨，再见再见，快进去吧，太热了外面啊！我回头我买一个，走了。在这边一直休息了好多天了。所以之前过年的时候呢，也是在汉文哥这一块。今天汉文哥他在瑞士，我月姐呢一早就上班去了，阿姨在家带孩子。可以看到路上全都是葡萄藤，因为附近基本上全都是酒庄，温度在30多度。在法国骑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啊，会很舒适，因为它有单独的自行车绿道，就在路中间，来往的车辆呢，如过个路口呀，都会等你的。像今年这个法国的环法自行车大赛，就是在7月份开始，9月份结束，在法国的里昂一直骑行到法国的巴黎，全长弯弯绕绕，他们应该是3300多公里吧。这段路的话，覆盖的地形也是比较广的，之前我也走过嘛。哇，太热了，已经骑行了15公里了。我现在从圣埃米卢那个小镇离开到这块儿，基本上都是起伏路，并且一路上呢，它没有个阴凉地，这碰到之后吹着凉风稍微歇会儿，刚刚都汗透了。我今天一个整体的骑行计划是66公里到波尔多市区，然后再过波尔多市区找一个小村镇。一般在市区里面去露营啊，第一个呢人多不安全，再一个呢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距离西班牙地界是350公里左右，我是计划5-6天吧，毕竟2个月没骑，这前5-6天也需要慢慢适应。慢慢适应在路上的这种旅行生活、骑行节奏，包括你的屁股、你的腿，再去慢慢培养铜墙铁壁。看一下目前所在这个温度，31度，最高是33度，但是它的体表温度应该有个34-35度，晒到路上像蒸炉一样。哇，还有养马的。哇！这种在路上的感觉真的是久违了。呜呼！他们在做这个游戏啊，这个阴凉地下，我刚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有点像
I can do a video with you Yeah. because I make some video from people from over the world. No problem. Yes, Thank I can. you. Thank Yes, you. okay. Yeah. This video. Hello. Yeah. Hello. Yeah. Pétanque 13. Pétanque. Pétanque. This. Pétanque. Oh, this This game. game name pétanque. Pétanque, c'est Ah, ça. okay. I make some video with people because I travel. Yeah. And when I meet people who are, for me, I'm pleased with people. For me, you are a good man. No and problem. I say, well, now I am here, and I meet, and after I make a video, and 2 minutes after. Yeah. You stay here? Yeah. Okay. 这大哥刚刚也告诉我，这边可以接这个自来水啊，看一瓶，这又喝没了。它这块是一个小村镇，然后可以打打篮球，做游戏。诶，这个接水方式还有点奇特哦。嘿。 I was in. This is your YouTube? Yes, on YouTube. Yes, Yeah, I have YouTube. yes. Yeah, have YouTube. Yeah, yes. yeah. Yes. Yeah. Wow. I am. It was the country. Roma, Yes, Roma, Italy. Roma, Italia. Italy, Italia. yeah, Papa, yeah. Papalo. Yeah. I want to see the Papa, but it was here. I see. I was, but I was. 我要先把自行车放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们好拍照。刚刚他也是给我看了他在非洲啊，包括还有意大利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视频，还有他的朋友们。And we come back to China when? Maybe 1 year, 2 years ago. 1, 2 years, we don't know. Now you go to Spain. After Spain, you And go Portugal, Portugal. Yes, Portugal. Spain, Portugal, Morocco, Morocco. and okay. yeah, Okay, Morocco. and French. Okay, d'accord. Yeah. Be careful in Africa. Sometimes it's Africa. Africa and yes, two yes. countries, Tanzania and Rwanda and Mexico. Okay. Yeah. Oh. Oh, this. It's me. Look. Okay. It's me. Okay. Nice. Oh, this is your motto. Yes. your motto. It was in Spain. Very cool. It was in Spain. Free. What's the day? 3 weeks. 3 weeks. Series. Oh, okay. In Yeah. Spain. 这个是大哥的摩托车，宝马的21200。这个车长油多少呀？3个箱子。这个大哥也是一个喜欢旅游、到处跑的人。我还看到了他去到了非洲，去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些马赛部落，也是喜欢旅行。This. Yeah. Merci. 这几个小朋友。 Thank you. No problem. 400 vidéos. 小朋友拍抖音啊，还有发我的视频。 Et traduisez-nous ce qu'il nous a dit. Merci. 大哥也在录这个视频。Yeah. Vous pouvez l'appeler comme vous voulez. Oh, this is your name, Voilà. Anas. Oui. Okay, nice to meet you, Anas. Et vous? My name is Tao. To. T-A-O. A-O. Yes, Tao. Okay. I don't love you, but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And good for the hand of the travel. Après le livre, il reste encore un an et demi, est-ce que je peux plus avoir Thank you. Je n'oublie surtout pas de nous faire une grosse bise à tous et à toutes.
Yes. YouTuber name I told you. Yeah. It's okay. Okay. 都是这种2-3个小时，很少有大车呀。前方就是波尔多市区，接下来要进入市区了。现在是6点半，这个温度还是特别的热，太阳高高挂起，地表温度有个38、9度。一会儿去到超市买蔬菜水果，看一下法国这边的物价。波尔多这座城市啊，在我前2年当时环法骑行的时候来过，市区里面也都逛过。把单车放在这里了，还是找到这家 Lidl， 进去买点蔬菜还有水果。不知道那边怎么了，这个女士一直在哭，然后工作人员过去帮忙去了。开门。Lidl， 苹果1公斤的价格，像这种红色的啊，1公斤是3.99欧，差不多是4欧，都烂掉了。拿了个青色的吧，2个苹果，这个便宜一些，因为1公斤是1.99欧，差不多是2欧。2个苹果，这种梨的话也很好吃。1公斤的价格是2.95欧，算是3欧，1公斤3欧，2个梨。再拿一个猕猴桃，3个猕猴桃，1公斤的价格是2.49欧。那么水果平均价格都是在3欧、2欧左右。再来看一下蔬菜啊，绿叶子的蔬菜好像就这几种了。临近关门，它这售的都差不多了。像这么一颗包菜 ，one piece 一个是1.29欧，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就挺不错的。这个好像是打折的，0.99，不到1块钱。没吃过这个菜啊，尝一下吧。打个鸡蛋炒一下应该可以。2个蔬菜。夏天还是要多吃蔬菜，豆角、茄子，以当地他们本地人价格其实是不贵的。你看1公斤都是在1块、2块几毛，打折的9毛这种也算合适了。但是换算到人民币的话，就有点小贵了。再拿一袋蒜啊。这个蒜的1公斤的价格是7.96欧，这个蒜贵了，就拿4个吧。这么贵的蒜为什么？我天！中国人做饭，葱姜蒜是必不可少的。面条，这个是算是细面吧，韩国的一个拉面。像他们本地人吧，都是吃那个意大利面，类似于那种，但那种我吃不习惯。碰到这种面的话，就买一个路上吃。现在夏天呢，你买太多肉吧，吃不了也会坏。稍微就买今天晚上的就可以了。我看着三文鱼，感觉还不错，差不多1公斤的价格是18.45欧，凉凉的。拿一个吧，三文鱼太大了，这个算了，不拿了。包括这边的肉片，有各种牛肉片、猪肉片，价格都在1块、2块。这个是1公斤的话是4块多，1包应该是1块4毛5。这种肉片
早上可以拌个生菜，包括加个面包，拿一个。这种牛肉呢，我也特别爱吃，像这种带一点肥的，煎起来也不错。这一片我自己吃也刚好，1公斤是33.06欧，然后一盒的话是将近6块钱，拿一盒吧。这应该是橄榄油，1升的，1升的价格是1.42欧。下面是这种葵花油，我们就买这个吧，橄榄油。6个鸡蛋是5.19欧啊。这个超市感觉很多东西还是不是很全，买了1包盐，还有刀呀、菜板啊这些，这边没有。改天在路上还得再去买一些。行了，就买这么多吧。反正是有菜有肉有盐了，还有面条，够吃2天了。算一下这些得花多少钱啊？就这么多了啊！有蔬菜，有水果，有肉片、面条、鸡蛋。OK， 一共花费了34.11欧元。现在这个汇率呢是1比8.4啊，差不多就这一点东西花了300块钱人民币，290块钱吧。过2天进入了西班牙之后啊，物价能稍微降一降，那边比这边要便宜一些。现在继续走，时候呢也不早了，8点钟过去找找露营的地方。刚刚那个女士，哦，在这里应该是报警了，车窗被砸，然后里面的包什么的都被拿走。哇，这个地方超市门口。没想到这汇率已经这么高了，之前的时候都是1比7点几，最高也就7.7、7.8，现在直接8.5了，太高了。国际形势动荡，这汇率直线往上增长呀。到了，这块应该没啥人来。在公园里面有几个人在跑步，大树底下好乘凉。再往前走一下，嘿，啊，这地方就非常好了。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建筑啊，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啊？这个都已经关住了，里面是有床的，床板那些。就算进去了也没法睡，要是冬天的话还可以，这夏天晒一天里面像个蒸炉一样，所以还是在外面露营，凉快一些。有些小朋友就是附近没有水源呢，这一点就比较难受。这边还是一个篮球场，找一下。哎，找到水源了！我天哪！这个小屋我也看一看，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应该是厕所。OK， 哇，这厕所里面，这是厕所。然后那边的话有水，晚上的话我们就在里面丛林当中选一个地方吧。Golden dust serenity, a moment so divine in the soft glow of twilight.
一会儿拧开这个花洒，看，哎，冲个凉水澡，睡觉的时候能舒服一些。油。放进去。还得再来一款。好。这小虫子太多了。哎，我现在准备脱掉衣服啊，去外面冲个澡，我要把所有的灯全部关掉。这不洗澡真是没法睡，太热了。关灯，洗澡去喽。外面还有一个灯，全部关上，不然路上就能看到我这在那光咚咚，太尴尬了。我刚刚直接裸着出来，完了那边过来一帮人，吓得我赶紧钻到帐篷里面去了。没走远呢还，等他们走了我再洗吧。我洗漱包我都拿出来了，等会还得刷牙洗脸。走了吧，走远了，走远了，洗澡了，裸男洗澡，还没走呢，在后面，等他们得走远了再洗。